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27日。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央行最新公布的几个数据。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央行公布的这几个数据透露了哪些难言之隐啊，或者透露了哪些言外之意。大家知道前一阵子啊，就是关于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啊，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那本质呢是中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你得有钱才能使上力，对不对？你得有钱才能这个更加积极有为啊，才能达到中央的这种要求。那财政收入呢，眼看着1到4月份下滑了这么厉害，大家也看到了，下滑了14%、15%。那财政呢，哪来这么多的钱啊？怎么去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经济呢？那财政部呢那头呢也出来放风啊，就是建议搞这个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那5月20号、25号呢，终于把央妈给逼出来了啊，也就是把中国人民银行逼出来了。那央行呢给了一个数据啊，他表示呢其实意思就是这些年我也尽力了啊，不到3年时间呢降准12次。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央行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那大家看这张图啊，这个是央行官网上的图。那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其中2018年4次降准释放资金 3.65 万亿元，2019年5次降准释放资金 2.7 万亿元，2020年初到5月1月到5月3次降准释放资金 1.75 万亿元。那通过降准的政策的实施，满足了银行体系特殊时点的流动性要求，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推进了市场化、法治化、再转股，鼓励了广大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当地服务实体，有力的支持了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那好，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央行的原话。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央行这里面也是摆事实讲道理啊，也用到了大量的数据。那基本就告诉你呢，就是我的工作也做到位了，放水呢也是一刻都没停歇，从18年一直到现在啊，连续12次的降准。那你财政部如果缺钱呢，跟我关系也不大啊。所以央妈呢，接着呢，他又给出了这个金融机构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啊，这个数据呢是 9.4%。那较2018年初呢，是整整下降了5.2个百分点啊。那央行呢还很细致的给出了2018年以来呢，整个金融机构加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一个图啊，就是从这个18年初的这个存款准备金到现在一共下降了多少，这个幅度是怎么样的，这个图它也给出来了啊。正所谓有图有真相，所以央妈就是央妈啊，一切都是数据说话。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曲线呢是可以说是大江东去不复返啊，这个一路向下，从 14.6% 的这个位置一路下降到 9.4%。那这还没有完啊，这个央妈又给出了更细致的数据，就是他把这个 9.4 的这个，它是一个加权平均的综合的存款准备金率，然后他给出了具体的不同类型的银行的具体的存款准备金率。那这个数据呢，大家看一下啊，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呢是 11%。中型银行呢是 9.0%， 小型银行呢是 6%。 那明显可以看到，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非常低了。那可以说是为了拯救当地的中小微企业也是尽了全力。那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从18年开始的这个中小银行的暴雷事件，从这个19年当时这个5月份的包商银行的暴雷到后面的这个锦州银行和恒丰银行的暴雷，一直到这个10月、11月的这个城商行和农商行的2家的小银行的挤兑事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小微银行、中小银行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这边你看到小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6% 这么低在对应这个中小银行的风险你也对应得上。那好，那就有人问说这个 9.4% 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呢，还有多大的这个下降空间呢？那在国家上横向比较来讲呢，算是比较高呢，还是比较低呢？那这个问题这个说实话，央行呢他已经也说过2次了。一次呢是央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这个两会的答记者问他说过。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呢他是怎么讲的。那大家看这个图，那当时易纲表示呢，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但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那发展中国家呢，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的通过下调准备金率，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比前几年已经小多了这是2019年年初当时也是开两会的时候，易纲行长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说的当时呢
大中小银行综合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11%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有11%，那这是第一次，就是央行谈到这个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那第二次呢，就是在2020年初啊，当时是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说的。那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讲在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比较，那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上是比较低的，与发展中国家比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是中等偏下。那全球其他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究竟是怎么样呢？那事实上呢，就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都比现在中国高基本都比中国高。那发达国家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虽然不高但是它金融机构呢，经过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有过教训，所以它普遍增加了超额存款准备金所以说它的总的这个准备金率水平就不低比如说美国是12%，那欧元区呢是12%，日本呢是29%左右。所以中国不管是和这个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还是跟发达国家比这个准备金率的水平都已经算偏低了。那有的人就会问那准备金率水平偏低的究竟会怎么样？那其实这个上面的这个孙国峰司长他也给出了这个标准答案他说的是从国内情况看准备金有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维持一定的准备金率水平是有必要的所以大家也看出来了，其实在19年初央行就给大家在吹风，就告诉你这个准备金率呢其实已经比较低了，再下降的空间呢也不大了。到2020年初的时候这个央行的货币司长又出来说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呢现在比这个发达国家已经是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低了。那其实就是告诉你，我降准的空间呢也在变小，你不要这个各个领域不要各界过于依赖我们央行，依赖央行的降准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存款准备金率过低呢，就很容易有金融风险因为你这个存款准备金率我以前也讲过，它是个杠杆效应，对吧？你越低的话，银行的杠杆越大，银行的这个金融风险就越高。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知道，实体经济非常非常困难，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那如果你要是不降准呢，不去释放货币呢，你很容易就实体经济就容易这个资金链的断裂。所以说这是典型的一个囚徒困境是个两难的困局。那央行呢，可以说已经陷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临界点就是它降也不是，不降也不是。大家知道这个银行呢，它是有货币乘数有这个乘数效应。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2018年央行到现在一共降了12次准存款准备金一共降了加起来是8万亿，对吧？那个数据，那这个金额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货币这个基础货币是一个高能货币。那经过刚才我讲了这个货币乘数效应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显示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货币乘数的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在6.72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杠杆非常高。那你用这个8万的基础货币再乘以这个乘数的效应，就是这个6.72或者6左右吧，你就给它乘。那将近这2年多的时间里呢，其实是一共释放了将近48万亿的一个这个广义货币。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这12次降准，这个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一旦和这个货币乘数效应通过商业银行在这个释放出去以后，那这个当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好，讲到这儿呢我今天呢刚好也看到看到2个新闻我觉得也特别好的诠释了，就是为什么降准降成这样了经济呢还是不太给力。那尤其是放的水呢，到底去哪儿了？就为什么经济呢它感受不到一丁点的兴奋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小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这么多年来这个不停的支持中小微企业，或者说支持一些当地的国有企业降到这么低，那这个钱呢大部分到去了哪里？那大家看一下这条新闻，那甘肃省这个是甘肃省内16家主要银行与甘肃省工行旅集团签署了1673亿元的这个债务重组协议。那协议签署后呢，这个甘肃省的工行旅集团1673亿元的债务利率调低还款期限呢统一熨平到30年后。那平均每年还本支出下降约200亿元利息支出下降15亿元左右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个甘肃省的这么大的一个国有集团，对吧？它通过和16家主要银行进行这种债务重组，其实就是把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给延后了还本呢是一杠子推到了这个30年以后，对吧？这个统一熨平至30年。那利息呢因为利率的下降，那利息支出呢也下降了。所以说这个一杠子呢把那个债务展期到30年以后，可以说基本你这一代人都不用考虑了这是不只是这一届官员可能一代人你都不用考虑了
而且你把这个利率还调降了，还款的利息也少了啊。但是你想想，大家，如果你换成一个个人或者换成一个民营企业，对吧？如果能让你展期30年以后考虑再还，那你不是开心的笑死了，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这个背的房贷啊，这个让你30年以后再还吧，那你不开心死了，对吧？然后再给你利息还调降，那这个是太爽了啊！但是问题是不可能，对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工行铝，这个甘肃的工行铝集团的这个伟大目标哈啊，其实它已经够伟大了。这个2019年底呢，工行铝集团总资产已经突破5000亿元啊，用3年时间，集团总资产就实现了翻番，提前2年时间实现了集团3步走，3大步2翻番奋斗目标啊，这个资产突破5000亿的这个目标啊，就说明它这个5000亿的资产用了3年的时间啊，它就已经翻倍了。然后呢，他又说，按照工行铝集团的规划，再用5到10年实现总资产超过1万亿元，第3步的目标，努力将集团打造成工铝、交通旅游全产业链、金融全牌照、信息化管理全覆盖的3全企业集团，为实现具有国际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奋力前行。啊，看到没有？这个野心变得更大了，对吧？5到10年以后资产再翻倍，非常厉害。大家知道资产规模扩张啊，资产规模扩大的背后呢，其实都是负债的迅速膨胀啊，其实都是银行给你贷款，给你负债，通过负债，然后这个催生资产的这个膨胀。那甘肃的这个工铝行集团资产重组可以说刚刚完成啊，马上就要向新的10000亿目标继续迈进。那毫无疑问呢，那银行又要出大力气啊，银行又要大量的去贷款啊，负债又要大量的增加，所以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小银行这个存款准备金率那么低，对吧？因为你不停的释放这个准备金啊，进行货币乘数的扩张啊，商业银行不停的贷款给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啊，或者给这些当地的地方城投啊，那所以这个钱很多都到了这些地方。那大家也知道，各个地方呢，像甘肃工行铝集团的这种巨无霸的国企呢，各个地方都有啊，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这个下属的国企的集团啊，像交投集团啊，什么环投集团啊，什么能投集团啊，各个领域都有大的这种集团企业。那按照他们的这种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啊，可以说背后的负债呢膨胀也是非常迅速的。所以说呢，就很容易理解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什么降得这么低啊？中小银行为什么还这么缺资本啊？包括中小银行的风险为什么又那么大？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最新的就是中国整体的国有企业1到4月份的一个经营数据啊，也是新鲜出炉了，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那一个呢就是营业总收入啊，营业总收入在1到4月呢，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呢是17000亿元啊，同比下降9.2%。那其中中央企业呢下降9.2%，地方国有企业呢下降也是9.2%啊，中央企业是99000亿啊，地方国有企业是7万亿啊。刚才我那个数据说错了，就是国有企业总营业收入是17万亿啊，少看了一个小数点。那营业总成本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营业总成本的下降呢没有营业收入的下降大，营业总成本呢同比是下降这个6.2啊，这两个不是最关键的啊，我们最关键的看这个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那利润总额这一项呢，就是1到4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4120.1亿元，同比下降63%。那其中中央企业呢是3628亿元啊，同比下降53.1%。地方国有企业是492.1亿元，同比下降85.5%啊。可以看到这个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下降非常严重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净利润啊，净利润的下滑更严重。那1到4月，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是2105.6亿元，同比下降74.3%。然后其中中央企业呢是2342.5亿元，同比下降59.5%。地方国有企业呢是负的236.9亿元，同比下降109.8%。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数据有点杂乱。那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净利润这一块呢，下降是更猛啊，总体是下降74%。尤其是地方性的国有企业啊，基本是亏损了，1到4月是负的236亿元。那大家再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总收，它不是有个总收入那一栏嘛？1到4月的总收入是17万亿嘛，然后还有个利润总额的数据是4120亿嘛。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润率是多少啊？大概大家算一下，利润率可能也就在2.5%，对吧？用4120亿除以17万亿，大概也就是2.5%的一个利润率的一个水平。那好。最后呢，我们再回到央行官网的这幅图哈。那上半部分我也讲过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半部分啊，里面呢也有一些精华。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它到底说了些什么。
那央行的官网啊，大家看到这张图，就2020年5月15日，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 9.4%， 较2018年初呢已经降低了 5.2个百分点。降准导致了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不但不会使货币供应量收紧，反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效应。这与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减少债券持有量的缩表，使收紧货币正相反。主要原因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商业银行被央行依法锁定的钱减少了，可以自由使用的钱相应增加了，从而提高了货币创造能力。好，这个里面大家看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精华啊，这个央行确实是这个数据说话的一个部门啊，确实很牛。那首先，什么叫货币创造能力？人民币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就是广义货币为什么这个 M2 现在高达209.35万亿人民币啊，这么多的钱，而且同样都是放水啊，这个美元的放水跟我们的放水为什么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央行的放水就是缩表啊，它那个如果是缩表的话就是紧货币啊，美联储的这个放水呢，它只是扩表嘛，对吗？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差异。那而且同样是放水，美元短时间它扩表3万亿美金嘛，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啊？人民币的这个放水和美元的放水，它这个差别在哪啊？这个我觉得里面就是给了你很多启示。当然具体的原因啊，它也没有讲，因为这个就太细了。但是它至少这里面它已经官方的一个姿态告诉你了，就是这个中国央行的放水啊和这个美联储的放水那是不一样的啊，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影响也将来是不一样的。那好，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呢，我留到下期再给大家讲吧，因为讲起来也就是非常详细，比较多内容。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今天的内容啊。今天呢，大概讲了2部分内容，一部分呢是给大家详细分析了一下央行关于2018年以来12次降准的这个数据啊，还有就是这个 9.4% 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啊。那第二部分就是给大家介绍分析了一下国有企业1到4月份的这个经营情况。可以看到，虽然经历了这个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啊，大家知道，国有企业在15-16年以后进行了这个供给侧改革，就是去产能嘛，3去1降1补，它其实压缩了很多的产能，其实是这个相对来说，从16年以后，这个经营状况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舒服的，因为它产能下降了嘛，然后需求又有刺激。但是到了今年呢，大家也看到啊，1到4月份这个经营情况呢也是不容乐观。大家知道小微企业肯定是很不乐观了，对吧？但国有企业现在出来的数据也不乐观，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呢，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大家记得随手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